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拿赛季称号的好方法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要先告诉大家，今天的影片我只管教你拿称号，不教你人情世故。那就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不同的伺服器会有不同的刻度，通常前10都至少需要200元出之星。不过大家必须得知道的一点就是，称号只有10个。但是并不代表只有10个玩家的原初之星会到达200，对吧？但是你往下看，很有可能后面10到20名的玩家也都准备拿200元出的2%额外经验。你是6万评分，后面很有可能也有一排6万评分的玩家，他们完全可以在只比你领先100多分的情况下，让你从第10名变成第11名。这样的例子我已经见到太多了，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你的评分没有断崖般的领先其他玩家，那么你很有可能成为那个倒霉蛋。想拿前10称号，5个神话神鹰装备是必须的，没得商量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，只要有任何一个玩家评分和你比较接近，但是没有5红，那么几乎可以断定这个玩家动了拿称号的念头。奇迹神鹰评分2770，神话神鹰评分3420，相当于18级装备等级，2件就足够让你从第5名掉到15开外。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，你的赛季总评分是6万整，排名第7，但是有一个第40名的玩家，装备等级、幻兽等级、遗物等级、技能等级和你完全一样，但是它是5个小推车产出的橙装，并非和你一样的5个神话神鹰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应该都懂，对吧？一旦出现4个这样的玩家在你熟睡的时候换上装备，那么你立马就会掉到第11名。我可以再换一个例子考考大家，你依然是第7名，5红。你注意到有一个排名20的玩家也是5红，那么请问大家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没错，他也是潜在的偷榜玩家，因为他几乎一定是有意压了自己的养成评分，所以即使是已经有5红的玩家，依然可能成为夺走你称号的那个人。他需要做的只是在赛季结束的最后5分钟把养成评分拉上来而已。为什么我那么肯定？原因也很简单，装备评分想要拿到 SSS， 并不需要5个神话品质的神鹰。任何没打算拿称号的玩家，一旦在已经 SSS 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神话神鹰碎片或者装备，那么他们必定会出售，而不是留着穿在身上。不同赛季的等级带来的评分都不一样，装备等级或许不能为你提供很多战力，但绝对是冲榜不可替代的要素，没有之一。所以任何想要冲榜的玩家应当把重心全部放在初练时上面。想要很放心的拿你想要的称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极大幅度的领先后面的玩家。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尽可能留更多的资源给下个赛季用，所以计算评分以及观察其他玩家是必须的。那么3红2金的玩家就可以意味着他们不冲榜吗？其实也并不一定。你还是第7名，赛季总评分依然是6万，但是有个玩家在第15名，3红2金，但是他的评分是5.87万。那么请问这个玩家有没有拿称号的念头？答案是当然有，而且嫌疑极大。因为只要他换上剩下2个神话神鹰，他就能以高出你仅仅不到99总赛季评分的优势爬到你上面去。没错，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只要你不做反应，那么这个玩家的赛季总评分在定榜的那一刻是必定比你高的，而且只比你高出不到100的赛季评分。很多人会问我多少评分能拿称号，多少原初之星能拿称号，多少装备等级能拿称号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，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意义，
因为没人知道早上7:55的时候会发生什么。你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找出每一个潜在的头榜玩家，守住自己的排名，确保即使被这些潜在玩家超过以后，依然能处于前10的位置。而前3的称号其实也是类似的，很多人也有问过我，多少雷神可以拿前3？其实这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能够跟其他玩家说好你的排名并100%信任，那么有没有雷神其实都无所谓。如果害怕被拿下，那么你的评分应该尽可能比你下面的玩家高，而并多少件能拿前3。什么？头榜？我不是刚刚已经教你了吗？账号是自己的，花的钱是自己的，称号也是自己的。我希望任何想拿称号的玩家要认真排查每一个在榜的其他玩家，因为我知道很多想要拿称号的玩家真的愿意大量投资自己的资源。上面的所有例子没有一个是编出来的，全部都是在赛季定榜前的最后5个小时内发生过的事情。或许你的伺服器很太平，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伺服器都是和和睦睦的。或许你觉得偷榜可耻，但是对于每一个拥有称号的玩家来说，他们消耗的资源都是实实在在的。在最后定榜的那一刻到来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那么影片最后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，这是你的数据，这是另一个玩家的数据，那么请问这意味着什么？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。